眼周问题分为眼圈、眼纹、眼袋3大板块。每个板块呢有2种典型类型，所以我们一共有6种典型的眼周问题。那怎么判断我们自己属于哪种？又用什么成分来解决？怎么选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3+1抗老法的眼周护理。再详细给大家讲这个眼周护理究竟应该怎么护理，具体是什么方法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眼周为什么要单独护理？它跟我们脸上的这个皮肤有什么不同吗？它有什么特殊性吗？我先给大家看2张图，这边是我们的面部肌肤，这边是我们的眼周的肌肤。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眼周肌肤它的总体的厚度就比面部肌肤要薄2/3左右，也就是说眼周肌肤只有面部肌肤厚度的1/3。那它很薄呢，它就容易敏感，所以有些产品呢，你用到脸上可能没什么，但是当你涂到眼周的时候，就感觉刺刺的。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眼周肌肤它没有皮脂腺。也就是说它不出油，那它不出油的话，皮脂膜在眼周这个区域它就不完整，就会缺失，你的皮肤就会很干。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眼周的肌肤可能会比面部更干的原因。那这就要求了，当我们使用眼霜挑这个眼霜产品的时候，它就需要比面部的产品要含油量更高，要更滋润，才能满足眼周的这个保湿的需求。而且你知道吗？我们每天眨眼大概就要在上万次左右。那又干又薄的皮肤，然后还眨眼上万次，你每天在这抻啊拉、抻啊拉的，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呢？它就会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人出现的第1道皱纹，经常就是在眼周周围的原因。那说到这儿呢，还没完。你可以看到这个眼周皮肤的结构呢，虽然它薄干，没有皮脂腺，没有皮脂膜，但是它的血管可不少。那血管丰富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在熬夜、压力大或者睡眠不足、休息不好的时候，你对这个微循环的影响就会大。那影响了循环系统，这个血管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降低了之后，这个血管就更发蓝紫色，在这个光的散射、折射的这个条件下，你就会看到你有黑眼圈了。那如果进一步循环不流畅呢，本来应该回流到血液里面的这个组织液，也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水，它就可能回流不畅，它就会停留在这个眼周组织周围，那我们就会肿，就会水肿，这个眼袋也就出来了。所以说，其实咱们眼周皮肤结构上的特殊性，就决定了眼周问题的特殊性，而造成的这个眼纹、眼袋、眼黑眼圈问题，它并不是会在面部也发生的问题。那我其实看过一些博主说呢，他们觉得眼霜是智商税，其实你用个面霜就够了。那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事儿真不能一刀切。除了那些就是配方都一样，只不过换了个瓶子的眼霜和面霜以外，这肯定是骗人的。那专门为眼周所制作的配方，它其实是按照眼周结构的特殊性来去调配这个配方的。那这一类就一定不是智商税。好，讲完眼周的结构和原理，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眼周问题的具体的分型和它们对应的解决办法。为了方便大家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呢，我把这个眼周的这个问题分为了眼圈、眼纹、眼袋3大板块。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详细说说每一种类型的眼周问题，它们都分别对应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好，我们先说一说黑眼圈的问题。黑眼圈呢分为2种，一种呢叫做血管型黑眼圈，一种叫做色素型黑眼圈。怎么来辨别呢？我们呢先找一面镜子，放的离你近一点，然后呢你就拿这个手指头呢去轻轻的摁压你会出现眼圈的这个部位。如果它在摁压的时候有某一个角度看起来这个眼圈好像颜色变浅了，甚至恢复到肤色了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属于血管型黑眼圈。血管型黑眼圈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黑眼圈，它不是一个色素的沉积，
它是因为你眼周的这个毛细血管里面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当我们熬夜、有压力、睡眠不足的时候，这个微循环呢会受阻，会变慢。那这个血管里面的没有带着氧气的血红蛋白会变多。那整体的这个毛细血管中的这个血液呢，它就会呈现发蓝发紫的颜色。尤其是眼周的皮肤它比较薄，那透过这个薄薄的皮肤看上去呢，就好像有一层蓝紫色的黑眼圈。那为什么你在按压的时候它会短暂的消失或者变浅呢？就是因为你在按压的时候，你把这个血管给压扁了，就看不见那个血管里面的颜色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变浅了。刚才也说了，产生血管型黑眼圈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熬夜、睡眠不足、压力大造成的循环受阻。所以说，在解决血管型黑眼圈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去调整和改善这个眼周的微循环。那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分，就是咖啡因。就跟我们喝咖啡会促进我们体内的循环一样，外用咖啡因也会促进局部皮下的这个微循环。它可以去帮助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停滞，然后呢，让这个血液充分的流动起来。那这个血液它里面的含氧量升高了，它这个蓝紫色就变淡了。除了咖啡因以外呢，还有几个非常常见的促循环类的成分，我也给大家写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些成分呢，就是橙皮苷、甲基查尔酮、烟酰胺和七叶树藻苷。这些成分都跟咖啡因的原理相似，通过改变局部的微循环来改善血管型黑眼圈。但是呢，血管型黑眼圈还有2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一种呢，就是当你得了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因为你会长期鼻塞，这个鼻塞呢，它就是鼻子附近的血管充血，充血之后呢，它会阻碍血液流向你眼周的这个微循环，循环被阻碍了，血氧饱和度下降了，它就会呈现蓝紫色，你就会产生血管性黑眼圈。那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呢，你就不要去想用什么眼霜之类的，而是踏踏实实的把你的鼻炎给治好，鼻炎好了，这个黑眼圈自然就没了。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极少数人他是结构性的，天生血管就非常浅。那这种表现呢，就是甚至说几岁大的小孩他就有一块眼下黑，就有黑眼圈了。那这种呢，我们用眼霜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去物理遮瑕了。说完血管型黑眼圈，我们说说色素型黑眼圈。色素型黑眼圈就是你刚才拿手指头来压你的黑眼圈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压，它都没有任何一个角度发生变色，它都是统一的颜色，而且颜色发棕黑色的时候，那你就是色素型黑眼圈。这个色素型黑眼圈，它这个颜色呢，如果你把它放大了、凑近了、仔细看，你会发现它颜色脏脏的，好像是很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产生的。因为色素型黑眼圈它的颜色并不主要来自于黑色素，而是来自于血红素、胆红素、胆绿素、铁离子还有铁血黄素。这么多种色素混合到一起的那个颜色，才是你色素型黑眼圈的那个颜色。那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咱们刚才说到血管型黑眼圈呢，它是熬夜、压力大、睡眠不足造成的循环不畅而产生的这个血管颜色显现出来的这个颜色。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我们继续熬夜、继续压力大、继续工作劳累、睡眠不足的话呢，此时呢，我们的毛细血管本来就细，那它就顶不住这个压力了，它就会变得脆弱。那这血管里面的血液有一些血细胞就会跑到我们这个血管周围的这个组织里。那血细胞，尤其是血红细胞，它从血管里面出来，它肯定活不了啊，对吧？它就嘎了之后，它的这个血红蛋白就会从细胞的身上脱离。那这个血红蛋白上面的血红素就会游离在我们的这个皮肤组织之中，它在这个组织中，它就会发生降解成胆绿素，而胆绿素也会进一步降解成胆红素和铁离子。这个铁离子待着也不老实，它会进一步被吞噬，形成铁血黄素。那刚才说的这些物质，它都是什么颜色的呢？血红素它是红色的，胆绿素是绿色的，胆黄素是橘黄色的，铁离子进一步降解成铁血黄素是什么色呢？是黄褐色。
那把这些颜色都揉一块儿，它是什么色呢？没错，它就是棕黑色。所以，如果想改善色素型黑眼圈，就得在这一大堆色素上做文章。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针对性的成分，就是法国原料大厂 Sidama 出的一个叫做黑洛烯的成分。黑洛烯呢，其实是一个混合物，它由4种成分组成。这4个成分呢，其中一个它负责把这些容易变成铁血黄素的铁离子给捞起来。捞起来之后呢，络合了，它就不会形成铁血黄素了。不形成铁血黄素，这个络合的铁离子它就很容易被代谢掉，被清出咱们的身体。这个颜色就被清除了。那黑洛烯里面的这个第2个成分呢，它能干什么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里面一个叫做 UGT 的酶，让它更活跃。而这个酶就是去帮助清除胆红素的。这么一来呢，在这个多个色素的反应链上最顽固的2种颜色，就被清除了。剩下的2个也会随之促进它代谢掉。那我们怎么判断一支眼霜里面含不含黑洛烯呢？那就是看这4种成分有没有同时出现在你的眼霜的配方里。说完黑眼圈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眼纹。其实我们在上一期就是讲3+1抗老法的时候就提到过皱纹这个问题，把它分为了假性皱纹，也就是表情纹和真性皱纹，2大类。那其实眼纹也是这么分的，常见的呢就是我们的眼角纹，一笑，这个眼角纹。那在我们不做表情的时候，也有的皱纹呢就是真性皱纹，常见呢就是我们的眼下纹这样形状的一些纹路。那解决方案其实和面部几乎是重合的，比如说假性皱纹，我们依然可以用肉毒肽、舌毒肽、鱼螺毒肽，这些各种多肽来进行对应，减少表情的收缩，让它的这个皱纹变淡。那对于真性皱纹，也就是眼下纹呢，像用 A 醇家族或者用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这些成分也都是适合的。但是和面部不太一样的是，这些成分当它们用到眼霜里面的时候，浓度和用量会有一些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这个眼周的肌肤它是比较薄的，所以它感受刺激的能力也会比较强。那我们在把像 VA 家族这样的成分用在眼霜里面的时候呢，它往往不会用到特别高的浓度，就是为了要避免刺激性。所以你看眼霜里面的这个含 VA 的眼霜，大部分呢都在 0.1 到 0.3 之间。因为高于这个浓度的话，它可能带来的刺激性就比较大了，比在你脸上用刺激性还大。但是这里头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眼周的皮肤虽然很薄，但是它的角质层很致密，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它虽然薄，它虽然容易受刺激，但是这个大分子一点的成分还不好吸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用到眼霜里边的时候，如果你要搭配像胶原蛋白、弹性蛋白或者 PDRN 这类的成分的时候，一定要搭配相应的促渗体系。如果没有相应的吸收技术和促渗技术，那这些大分子就会停留在皮肤的外面，不进去它也就没有用了。最后呢，我们来说说最难搞的眼袋。眼袋呢也分为2种，一种呢叫做水肿型眼袋，一种叫做脂肪型眼袋。它们其实在表征上也挺好区分的，因为它们发生的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大小形状都不太一样。水肿型眼袋的话，经常呢是上眼皮和下眼皮一起肿。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头天晚上吃咸了，或者是头天晚上看什么电视剧哭了，然后呢第2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上眼皮和下眼皮都是肿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水肿型。水肿型眼袋呢，它一般和循环有关系，所以它也经常会和血管型黑眼圈一起出现。刚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你熬夜了、失眠了、睡眠不足或者压力大，这个时候你的循环系统就会受阻，你眼睛周围这个组织里面的水向血液的这个回流速度就会变慢。先别急，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回流是咋回事儿。知道了这个回流是咋回事儿，你就知道了水肿型眼袋是咋回事儿了。我们人体呢有3大循环系统，它分别是组织液、血浆和淋巴。那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它是有血浆的嘛，它平时呢会带着这些营养成分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去流到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这个组织的里面，它流到这块的时候，这些营养物质它会蹦出这个血管外面，流到组织中间，在组织把这些营养都吸收完了之后，剩下的这个水它会再回流到血管里面。
这个过程就是回流。那如果你的循环受阻呢，回流的速度变慢了呢，这个水就会停留在组织里面，那流的多了，堆积的多了，你就水肿了。所以呢，造成水肿型眼袋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循环上，它跟血管型黑眼圈的解决方案是有一定重合性的。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可以促进循环的，像什么咖啡因啊、橙皮苷啊、茄树皂苷啊，这些它都可以去改善水肿型眼袋。但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成分之外呢，市场上还有一个非常针对水肿型眼袋的一个成分，叫做艾丽丝。那这个艾丽丝呢，它是由2种多肽和橙皮苷、甲基查尔酮3种成分一起组成的。当它们3个成分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去促进组织液回流，同时呢，抑制炎症因子和拉紧眼周皮肤，让你的眼袋逐渐的得到改善。那如果你想去判断你的眼霜里面有没有添加艾丽丝的话，就看这3个成分有没有同时在你的眼霜配方里。第2种眼袋，脂肪型眼袋，它的成因跟水肿型完全不同，它一般呢会长在你的这个卧蚕位置的下面，也就是说它跟卧蚕并不重合，这一点跟水肿性眼袋的位置完全不一样。而且呢，脂肪性眼袋一般会呈现比较规律型的一个倒着的这个月牙形的这个形状，然后在你的这个颧骨上方的这个位置一边一个，非常对称。脂肪型眼袋它并不是后长的，而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眼睛周围。其实我们的眼球周围本来就有3块脂肪垫，这个脂肪垫它存在的意义本来是为了防止这个眼球跟眼眶子这个骨头之间摩擦，它是为了减震而存在的。但是呢，如果当我们总熬夜、总劳累或者岁数大了的时候，眼周的这个皮肤它的这个筋膜的这个拉紧性就会下降，而每一块脂肪之间就是把这些脂肪分开的这个眶隔也会变松。你想想，外面拉不紧，里头兜不住，它就会从皮肤的表面膨出来。它膨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一块脂肪从你的眼睛皮肤上鼓出来了，就是脂肪型眼袋了。这块呢，我想说的是，比较遗憾的是，如果你的脂肪性眼袋已经非常明显，已经很大了、很成熟了的话，靠使用护肤品是没办法改善的，那可能只能去进行手术或者进行医美。那如果还很轻微、很浅的话呢，也有一些成分对于脂肪代谢有帮助。比如说像泡叶藻提取物，含这类成分的眼霜呢，它会对一些初期的这个脂肪性眼袋有这个代谢的作用。但是这些效果呢，终归是相对轻微的，只能在非常早期的脂肪性眼袋上见到效果。讲完3大类型，大家肯定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究竟应该怎么选产品了。眼霜产品呢，分为2种类型，一种呢是一次只解决1种问题，比如说只解决眼纹问题或者只解决黑眼圈问题的单一型眼霜，还有一种就是同时可以解决多个问题，比如说同时解决黑眼圈和眼纹问题这种综合型眼霜。我们先说一次只解决1个问题的单一型眼霜，比如说专攻黑眼圈的眼霜里面有2支就挺不错的，一支呢是德玛森氏的 VK 眼霜，还有一支是 The Ordinary 的咖啡因眼霜。他们俩选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可以同时对应色素型和血管型黑眼圈的这样的成分组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平时经常熬夜，然后经常睡眠不足的朋友的话，你用这2支眼霜的话都是合适的。那其实市场上在对应黑眼圈这个类别的眼霜里面，有一支我觉得还挺匪夷所思的，就是优色林的这支提安明多眼霜。它呢宣称淡化黑眼圈，但是活性成分只添加了提安明多。我们都知道提安明多它是一个抑制黑色素生成的美白成分，但是刚才也讲了，那我们的黑眼圈它的这个色素问题是以黑色素为主的吗？不是，所以这就有点没加到点儿上。再加上提安明多它又需要酒精来溶解，而这个酒精用在眼霜里面还会增加眼周使用的刺激性，所以这一支我就不推荐了。那对于解决眼纹问题的话，这类的眼霜还有更多，比如说路德清的 VA 眼霜，还有伊丽丝尔的眼霜，它们俩呢都是在活性成分上只添加了 VA， 也就是说它们只针对于真性眼纹发挥作用。
但是这一类吧，其实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很少有人只有真性眼纹，大家一般都是假性眼纹和真性眼纹同时存在的。所以如果你只用为只改善真性眼纹的话，就稍微有点片面了。那改善眼纹的眼霜里面还有一支很经典很贵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它的这一支呢，比起说是针对真性眼纹的，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因为衰老之后而造成眼周变得更干燥、更敏感、更薄，而且更松垮这样的一个综合问题的眼霜。但是呢，它也有跟上面2个眼霜一样的毛病，就是没有添加假性皱纹相关的成分，所以呢，它更适合熟龄肌中的熟龄肌去使用。那在眼纹这个板块呢，其实我比较推荐的一支眼霜就是宝拉甄选的这支眼霜。它在成分搭配上就是真性皱纹和假性皱纹的相关成分都有，而且比较全面。OK， 眼圈眼纹的单一型眼霜咱们就说完了。很遗憾的是，市场上并没有单一只针对眼袋而制作眼霜，而是都把它作为眼袋调理性的成分添加到综合型的眼霜里这么去做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直接说一说综合型的眼霜，就是那些一次可以覆盖多种问题、解决多种问题的眼霜都有什么。首先有2支成分很全很不错，我比较推荐的眼霜，一支呢是菲洛嘉的眼霜，它里面呢把针对色素型黑眼圈的黑洛希和针对水肿型眼袋的爱丽丝都用上了。这2个成分就是我们视频的前面在介绍分型和解决方案的时候特地介绍的2个特色成分，它们分别对应了色素型黑眼圈的改善和水肿型眼袋的改善。那除了这2个成分以外呢，这支眼霜还添加了 VA， 这下呢你就能看出来了，眼圈问题、眼纹问题、眼袋问题，它都有相关的成分去进行改善。还有一支羽西鎏金眼霜，它有一个昵称叫做大笑眼霜，它的成分和配方也都用得非常的扎实和经典，可以同时覆盖眼圈、眼纹和水肿型眼袋的问题。同样呢，属于覆盖面比较综合的眼霜还有好几支，比如说像娇韵诗的眼霜，可以覆盖假性皱纹、血管型黑眼圈和水肿型眼袋。海蓝之谜呢，除了真性皱纹以外，其他的类型都有相关的成分去对应，但是含量不算太高。还有呢，就是资生堂的眼霜，可以覆盖2种类型的黑眼圈、水肿型眼袋和真性眼纹。欧莱雅也有2支比较综合的眼霜，一支紫熨斗，一支小蜜罐。它们呢都能覆盖2种类型的眼纹，以及血管型黑眼圈和水肿型眼袋。另外，如果你能买到大陆地区的产品的话，有一些眼霜的质量也不错，比如说必生之颜的早 C 晚 A 眼霜、优诗颜的微笑眼霜，还有 HBN 的冰美式眼霜等等。说到这儿呢，有一个事儿想特地的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很多大品牌，比如说雅诗兰黛、兰蔻这样的品牌，他们都会同一个牌子出好多款眼霜产品，而且看起来成分都很多，覆盖的功能种类也比较相似。那这种又怎么判断呢？其实不同的成分选择、不同的含量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功效强度。但是因为成分的种类呢太多了，它们的对应关系也非常复杂，所以我汇总了一个表格，里面包含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30多款眼霜，并且呢，我在里面都分别注明了它们都是因为加了什么样的成分，所以可以覆盖什么样的功能。那这个汇总表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会员区的贴吧下载。给大家举2个例子，比如说雅诗兰黛的眼霜。小棕瓶眼霜和白金眼霜相比的话呢，白金眼霜的成分特地添加了类肉毒肽这样的成分来对应假性眼纹，并且呢，用像抗糖的脱羧基肽和抗氧的蠕虫提取物这样的成分来对应真性眼纹。相比之下，小棕瓶眼霜它只用了一个滤波肽来对应真性眼纹，那是不是看起来白金眼霜的功效就更综合一些呢？还有呢，科颜氏的眼霜，像紫柏 A 眼霜这一支，它对应眼纹添加的 Matrix 双肽、玻色因和植物 A 醇，也明显要比抗皱眼霜那一支只加了腺苷和 PCA 酮要显得更综合，功效强度也更强。
讲到这儿呢，3+1抗老法的全部内容就给大家都介绍完了。在这儿呢，我还想再重申一下，就是3+1抗老法这套方法呢，它其实不来源于任何权威机构发布的任何专业论文文献，而是我结合自己的知识体系、各种研究进展，还有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一线的研发经验汇总到一起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会员频道目前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每个月呢都会有1到3期的会员答疑1对1的播客提供给大家。我会选出有代表性的、对其他朋友听起来也有帮助的问题，进行1对1的详细的口述答疑。喜欢问的，欢迎加入我的会员专区。